对我们是有多恨迪奥？我不恨迪奥啊。我是阿豪，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Lolo， 欢迎回来我们的头牌秀场。我们的口号是买不起并不影响我们 BB。我们终于又杀回来了，对，写了半个月的稿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踊跃的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本期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哪一场秀呢？本期我们给大家带来 Mugler 2020秋冬系列。那为什么本期我们说 Mugler 呢？因为在上一次迪奥2020秋冬秀场的秀场解析视频当中，我们有提到一个概念叫做 femininity， 也就是女性主义。是的，在那期的观点当中呢，我们表示我们不是很赞同迪奥现任设计师玛利亚阿姨雷声大雨点小的一个工作作风。是的，她在秀场里面提出的 Women's love is unpaid labor 呢，我们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觉得这句话放在当今的语境下面会显得有一些过于偏激。但果不其然，我们这个观点一输出之后，评论区就爆炸了。有人说我们拿女权来取乐啊，有人说由历史来看，激进的女权才是推动平权的动力。关于 unpaid labor 呢，在这里给不明白的小可爱解释一下，这确实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unpaid labor 或者说 unpaid work 就是指那些没有被算入 GDP 之内，以家务、以家庭劳作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工作，叫做 unpaid labor。但是我们查阅了非常多的资料，并没有看到它前面有个定语叫 Women's love， 就是人家没有把 love 定义为一个 unpaid labor。是的，人家是把比如说 parenting 啊，就照顾小孩的这样一个工作，或者说在家里做家务，就是 domestic labor 来算作一个 unpaid labor。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秀场当中，这个标语前面是被放了一个限定词，就是 Women's love。女性的爱是一种 unpaid labor， 这是玛利亚阿姨的观点。那当然，在句首加上 Women's love， 一听这个句子就会增加非常多的感情，而且会听上去更加的浪漫，更加的有煽动性。Women's love is unpaid labor， 女性的爱是未被支付的劳动。这句话一出，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男性放在了女性的对立面？是的，我觉得女性权益的提升是需要两性共同努力的，而不是粗暴的将男性放在女性的对立面，将男性排除在女性平权运动之外。然而现在网上呢，有一批人，他就是只要你对女权的表达方式稍微有一些异议或者有一些疑问，他就会群起而攻之，不管你是男是女。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像网络上会有一些声音对所谓的女权会表达一些反感之情，大家称为田园女权。是，但是大家真的是反感女权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提出之前的那个疑问，也是在反感女权吗？那当然不是，我们是尊重女权的。我们以及大家反感的，只是逮谁咬谁的脑残行为。那再说回玛利亚阿姨啊，她用政治正确的女权作为自己设计武力的保护伞，就像 LV 男装设计总监 Virgil Abloh所选用的黑人议题一样，你很难攻击他们。你不喜欢我的设计，你攻击我的服装，你就是攻击女权，你就是攻击黑人文化。
逻辑完美，占领道德高地。这也导致了诸多的时尚评论者们，然后时尚从业者们无话可说。是，你说你怎么说，你怎么说你都是错。对，只要你有质疑，只要你有批评，那你就是不尊重他所代表的那群人。而玛利亚阿姨背靠着 LVMH 啊，发动超能力，她可以请很多的女权界泰斗啊，比如说之前的 Judy Chicago，比如说 Chimamanda，比如说我们上一期说的 Claire Fontaine，2021年的春夏，也就是刚走的这个迪奥的女装秀啊，它又是同样的一波操作。但是再多的牛逼的艺术家都无法掩盖她在设计上的乏善可陈。很多人啊也在我们的评论中说啊，设计师能用服装正向宣传女权，把女权拉回大众视野是非常好的。我真心觉得宝贝，咱们能多读点书啊，多看点秀场，多了解点设计师嘛。女性主义从来没有离开过服装设计行业，在这个行业中对女性的解放也从未停止过。我觉得甚至比很多行业做的都要好，走的都要前。如果玛利亚阿姨这种换汤不换药、女权来撑腰的行为，我们都要夸奖的话，我觉得是对行业中其他努力耕耘，然后没有超能力，不靠高音喇叭呼喊的设计师是不公平的。当然了，我们也在深刻的反省自己啊，也许是我们做的不够好，优秀的秀场展现的不够多，所以接下来我们将把目光离开一线大牌，给大家展现出4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品。设计师中有男性，有女性，有人饱受争议啊，有人黯然离场，有人渐入佳境。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渐入佳境、热度不断攀升的 Mugler。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不知道大家在这场秀之前有没有听过 Mugler 这个品牌？听过的请扣1，没有听过的请扣0。满屏0，零丁洋里叹零丁。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品牌的创始人 Thierry Mugler， 他1948年出生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从小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9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学习了芭蕾。因为对芭蕾的浓厚兴趣啊，他又去斯特拉斯堡装饰艺术学校学习了室内设计。毕业以后，因为对室内设计的浓厚兴趣，他来到了巴黎做了服装设计师。每一步都不按常理出牌啊。1975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创立了自己的同名品牌 Thierry Mugler。至于为什么要创立这样一个品牌呢？他是这样子说的 ：I didn't make clothes because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which didn't exist. I have to create my own world. 就是和很多品牌创立的原因一样，他没有在市面上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类型，于是他决定亲手把自己眼中的女性形象从脑海中的 fetish变到现实中。那就和我们创立这个频道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在市面上没有看到喜欢的时尚博主。我们再回来好好说 Mugler。那大家喜欢的 fetish 的女性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呢？他喜欢的是漫画式的啊，带有科幻感的。而本身在芭蕾舞台上表演以及橱窗设计师的工作经历，让 Thierry Mugler 的设计形象啊极为夸张，以及充满着舞台张力。而本身啊对年轻的肉体啊对性的喜爱，让 Thierry Mugler 在服装剪裁上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宽肩和极度收腰成为整个品牌非常 iconic 的形象。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放出2张图，一张是迪奥先生的宽肩与收腰，一张是 Mugler 的宽肩与收腰，是不是看上去截然不同的风格？对，我们有多恨迪奥？我不恨迪奥啊。我们可以在 Thierry Mugler 它的经典秀场、经典设计当中看到，它的设计风格啊，其实可以分为2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女性被塑造成夸张的漫画式的造型，她们可以是禽类，可以是昆虫，也可以是人工智能。是的。而正是因为 Thierry Mugler 笔下的女性形象不是人。所以他们所处的世界没有我们现实社会当中的道德评判，他们可以不被现实社会的重重禁忌所禁锢啊，可以尽情自由地展现本能的欲望。是的，那个方面呢，因为 Thierry Mugler 对亚文化的热爱啊 ，subculture，他塑造了大量玉女的形象，她们极致美艳又极致危险啊，对比于同时代的 John Galliano 那种弱风拂柳的软的妖的那种形象啊。Thierry Mugler 的设计更 hardcore 一些，更硬核一些啊，是一种带刺的野玫瑰啊，是一种硬的骚。我印象当中 Thierry Mugler 笔下的女性形象就像蝎子尾巴上的那根针。是的，当然我们在这里说的妖和骚啊，是帮助大家理解设计啊，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啊。妖和骚是赞美词吗？对于你是吧？Thierry Mugler 在设计当中直白的表现了很多人碰都不敢碰的题材，比如说有 fetish 当中的 rape，比如说有 BDSM，比如说在正装里面穿性感的吊带内衣，再比如和代表权力的警察。好了，不要展现你渊博的知识了。那这样大胆的设计很快就引起了巴黎传统时尚界的强烈反应啊 ！Fashion Police 又出动了。对。
Tiffany Mugler 在采访中表示啊，传统时尚圈觉得他这样的设计啊，他的衣服是淫荡的，是不堪入目的。而他设计中大量 PVC 的材料运用啊，被认为他的衣服是廉价的，不应该登上 T 台。哇哦，他好超前哦！其实别看现在牛仔布啊 PVC 材料被各大品牌用的飞起，直到1990年，他们依然被认为是一种与高级时装无缘的材料。现在高级时装就指着 PVC 活呢。但是呢，巴黎时尚圈啊又不得不折服于 Tiffany Mugler 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以及精湛的剪裁工艺。这个品牌很快的树立了啊这个女人有点东西的品牌形象啊。这个女的有点东西哈。是的 ，Mugler 这个品牌在当时其实是打破了社会上对女性道德上的层层枷锁，是的，给荡妇羞辱当头一棒。作为女性，你不需要对你的某种 fetish 或者对性感的表达感到羞耻和低人一等。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荡妇羞辱 （slut shaming）。它是指当一个女性的行为与传统的性别期待不符合的时候，从而遭受到的侮辱性的攻击。是的，我们时常看到有人会说啊，某某女性穿得非常暴露，还不是就是为了勾引男人？或者说，你看这个女生啊，男友换了一波又一波，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女孩。还有人会说啊，穿那么骚，活该被强奸。这些言语啊，都属于荡妇羞辱。但是要在这里和大家说一声，荡妇羞辱它肯定是一个不对的行为。这个社会的坏肯定不是因为一个女孩穿成什么样而导致的。但是我们是活在一个现实社会，作为一个女生，你如果在一个不确定安全因素的一个环境下面，在表达自己之前，首先还是要学会保护好自己。OK， 回到 Mugler， 2002年 Tiffany Mugler 关闭了成衣线，但是依然会为明星做设计啊。品牌也从 Tiffany Mugler 更名为更加去个人化的 Mugler。而我们为什么开头说 Mugler 这个品牌啊，最近渐入佳境？这要从品牌2018年的新上任的设计师 Casey Cadwallader 的上任说起啊。Casey 1984年出生于美国的 New Hampshire， 因为喜欢设计，他喜欢珠宝，一开始接触的是珠宝，他在珠宝设计行业干了几年，之后呢，发现自己更喜欢车，于是呢又去设计车，后来呢，发现自己对建筑更感兴趣，他就进入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了5年的建筑设计。哇哦！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和这个品牌是一个天作之合。是的，那毕业后呢，经过朋友的介绍，他就进入了小马哥 Marc Jacobs 的手下做实习，而后成为楼一位女装设计总监，再然后就去了 Acne Studio。而在这3个品牌的工作经历呢，让 Casey 整体的设计里面很好的平衡了传统时装和现代潮流的关系，他也非常善于用现代的廓形来展现传统的剪裁和工艺。回归本次2020的秋冬秀场，设计师只给我们展现了33套 look， 体现了 Casey 一贯务实的设计风格。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件件是精品。他解开了品牌创始人 Tiffany Mugler 那招牌的紧裹身体的设计啊，放松了廓形，同时呢，用剪裁、用面料、用搭配的方式啊，勾勒出自然的女性曲线，用宽肩和腰带以及面料上的明暗光影来完成品牌的标志性收紧腰线。它可以在显示腰线的同时，又让你很舒服。而3D 针织面料、运动装的加入啊，也让穿着者更加的轻松和自由，让女性在穿着的同时，不必在身材上斤斤计较。知道我为什么喜欢 Mugler 吗？就是为我们这种微胖女生准备的。是，它其实是用肩膀啊，以及一些视觉的落差，造成你的腰很细的感觉啊，它不再是那种紧紧的箍着你。Casey 说啊，他的设计是无性别的，他周围的很多男性朋友，甚至她的老公都在穿 Mugler 的衣服。他说啊 ，anyone can wear anything， 每个人都可以穿自己喜欢穿的衣服。这也是 Mugler 的品牌精神。是的，对于自己执掌 Mugler 设计总监这个职位，Casey 是这样子说的。I have so much respect for Tiffany Mugler, but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I don't try to be him. I rely on the spirit of his work, but I don't want to literally copy him.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继承了 Tiffany Mugler 解放女性欲望的意志，但他不再追求单一的身材审美、极致的曲线。秀场上 ，Casey 让各种年龄、各种身材、各种种族的女性都有权利和自由表达性感啊。而在品牌基因里的 BDSM 的硬核元素呢，不同于 Tiffany Mugler 的大胆直白 ，Casey 也使用更为 subtle、更为精妙的细节来暗示，比如由身体穿孔的金属环排列组合的首饰，是的，在保留品牌经典的同时，也让整体的服装更加的高级和实穿。是的，就是身体穿孔就是 BDSM， 对，经典的一些元素啊。但是我觉得通过它的设计是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就很高级，就是有很现代感的感觉。他说
In the 80s, women were dressing for men, and I've never thought of women that way. Today, it's not about dressing for men, it's about dressing for themselves and pushing their own version of femininity. I'm happy to make a power suit, but a woman should be able to wear a baggy dress and feel powerful too. 他的意思就是说，在80年代或者说在以前，女性为了取悦男性而穿衣。Tiffany Mugler 的设计啊，虽然让女性变得非常强硬啊，非常 rough 啊，但是依然逃离不了当时的男性凝视的局限。如今女性为她们自己而穿衣，表达了她们眼中的女性主义。我很乐意去做垫肩套装，但是我认为啊，穿着松散廓形的女性依然可以很有力量。此处应有掌声。可以看出啊，在 Tiffany Mugler 的设计上啊，以及品牌精神上啊 ，Casey 用更加女性友好的方式来继承品牌意志，让整个品牌调性啊更加符合当代女性主义的审美。Casey 呢也从来不在秀场上标语式的高呼女权，不说女性是 unpaid labor，但是他手下的女性，你不会觉得是为了取悦男性而生的。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我们一直没有说这场秀的主题，好像是耶。其实呢，这个也是跟她的个性很有关系啊，她简直是现在时尚圈的一股清流。这个女权这个牌啊，现在就是非常火嘛，在时尚圈，但是她从来不高喊女权，不是那种口号式的、标语式的那种高喊女权。她就是在用自己的才华，用自己的勤勤恳恳来不断的去挖掘品牌的 DNA。所以不光是本次的这个秀场没有个明确的主题啊，其实她是在用一场一场又一场的秀，不停的去重塑，不停的去打破 Mugler 这一个品牌一贯的一个性感的形象。而经过 Casey 重塑的 Mugler，因为这个品牌一直在表现女性自然的曲线以及对于力量感的刻画，所以让一众欧美 diva 们都非常的喜欢。比如说有卡迪B卡老师、Beyonce、Dua Lipa、Miley Cyrus、A 妹。前段时间 Rihanna 在天猫做直播的时候，也是穿了他们家的衣服。是的，没穿过 Mugler 的衣服，说明你还没有红。那像 Beyonce、Rihanna、Miley Cyrus 这样的女性意见领袖，为什么不穿玛利亚阿姨手下的迪奥呢？原因大家可以开动小脑筋想一想哦。那在中国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明星穿过 Mugler 他家的衣服，比如说有乔欣、有李宇春、有易烊千玺都上身过 Mugler 的衣服。但是 Mugler 衣服在乔欣和 Angelababy 这样的女明星身上，好像无法展现衣服的精髓。是的，平板少女系艺人啊，我觉得可能和 Mugler 这个整个品牌的风格和精髓啊不是特别搭。在此啊，我更建议啊，像张雨绮啊、王菊啊、万妮达啊、吉克隽逸这样充满着肉香肉香，对，散发着成熟女性气质的女明星，可以考虑一下 Mugler 的衣服。我真的非常希望啊，张雨绮可以穿这个品牌的衣服啊。一心娱乐的造型总监黄金周，如果你有机会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话，也务必给小雨啊，就是搞一套 Mugler，感觉会非常合适。是的，非常期待。其实 Mugler 在中国真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品牌，那么多明星穿过它，但是并没有看到有媒体大肆报道衣服的新闻。不敢说呀，这咋说？那由我们来说吧，我们不怕。对，我们深夜节目啊。那白幼瘦啊是女性形象的一种，但不是唯一。也希望中国的娱乐圈啊有更多样的女性形象出现。表达生理的成熟和心理的欲望本来就不应该被非议。是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挑出了本场秀我们最喜欢的设计，供大家品鉴。噔噔。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希望通过我们本期节目的介绍，大家会喜欢上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连维基百科都没有的设计师 Casey，以及设计好看用心、不烂大街的 Mugler。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不要吝啬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那我们下场秀再见，拜拜。